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我好像写不出稿子了，最近一周甚至最近1个月，我都没有写出任何一篇让我自己满意的文章。生活毫无波澜，感情平平淡淡，工作像一潭死水。我好像怎么想都觉得没有可写的东西。似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，原本好好的工作突然就干不下去了，原本好好的恋爱突然就不想谈了，原本好好的朋友突然不再联络。于是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选择，还是自己本身就不配。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我经常会胡思乱想，回想那些我曾经走过的路，遇见的人，做过的决定。我在想，如果人生还能重来一次的话，我是不是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，然后也许我现在的生活就会变得有所不同。比如当初填志愿，如果我选了另外一所大学，现在我也许还在继续读书深造。比如毕业找工作的时候，如果我选了和专业完全对口的岗位，现在的工资也许会更高。比如我谈上一段恋爱的时候，如果我没有接受他的表白，现在也许我不会再那么害怕一段新的感情开始。在某一个瞬间，我的确觉得自己好像走错了很多条道路，不管是学习上、工作上还是感情上。可是后来想想，我又怎么能确定另一条路它就是对的呢？如果重来一次，以我当时的心智和阅历，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这个世界总是这样的，有很多始料未及的打击，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相遇。周末我写不出文章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出去转了一圈，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我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困在公交站。跟我一起困在那儿的有10几岁的少年，有手拉手的情侣，有提着公文包的上班族，还有带着孩子的母亲。少年抬头看了看天，然后把衣服上的帽子往头上一扣，直接冲进雨中离开了。一场雨而已，怕什么？少年，他有的是勇气。旁边的情侣似乎并不着急，男生还拿出手机帮女朋友拍照，换了很多角度，拍了无数张照片。一场雨而已，怕什么？只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什么天气都浪漫无比。带孩子的那位母亲随身带着一把小伞，虽然挡不住所有的风雨，但足够遮住孩子小小的身体。一场雨而已，怕什么？总有人愿意淋着雨为你撑起伞。后来那个车站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提着公文包的上班族，我排了很久的队，终于叫到了一辆出租车。刚准备离开，我就看到男生的好哥们儿打着伞来接他。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温暖，一场雨而已，怕什么？我们都有办法回家。人生也是这样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段特别艰难的岁月，生活的窘迫，工作的失意，爱情的分分合合。但最后我们都会挺过来的，没有必要因为一时的困顿而焦虑，也不必因此怀疑自我。日升月落，总有黎明。我一直都记得《允许自己虚度时光》这本书当中有这样一段话，我慢慢明白了，
我为什么不快乐？因为我总是期待要有一个结果。看一本书，我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；吃饭游泳，期待它让我一斤一斤地瘦下来；发一条短信，我期待它能被回复；对人好，我期待能回应；写一个故事，说一个心情，期待它被关注被安慰；参加一个活动，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。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，你会长舒一口气；如果没实现呢，自怨自艾。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1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，等石头开花。小时候我们不期待结果，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。长大之后的我们之所以感到焦虑，感到自我怀疑，不是因为自己真的不行，而是我们太急于求成。我们总是希望所有的事情都立竿见影，都收获成效，却忘了命运的馈赠往往发生在人生的浮沉之后。有句话说，无所求，必满载而归。当我们减少对自己的期待，降低对别人的依赖，生活反而处处有惊喜。所以不必怀疑自己的付出，也不要后悔曾经的抉择。你所走的每一步路，都是为将来在做铺垫。